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1月31号，我们家这个太阳能刚刚安装结束，还在调试当中。然后昨天晚上下了半宿的雪，这个对这个太阳能来说是个考验呢。今天我们这气温还比较低，今天是零下7度到零下18度，比较冷，然后4、5级的北风。昨天把里面的暖气改的差不多了，然后今天最后来调试一下那个系统，调试一下什么时间上水，什么时间下水，把那个温控器都调整一下。然后现在在调试，就基本能正常运行了。现在是，这个管上面都是雪，不知道今天一天日照之后这个水温能达到多少。按预期他们说应该能达到60度左右，看看效果吧。再往里面补水，然后用这个水，用这个过滤过的干净的水，把那个暖气里面的水清理一下。撞了。然后这个水都是经过屋里面那个净水器净化过的，就没有那么多水锈了。这个也能延长上面这个集热管的这个使用的寿命。现在是下午的1点50，我们刚吃过饭，然后安装的这个团队呢都已经回去了。过2天还要再来一次，因为有一个泵不太对，然后还得调试一下。但现在已经不影响使用了。今天早上是8点半左右开始上水，就是往那个管里面上水，然后到现在4个小时呗，不到4个小时。现在我们屋子里的暖气已经开始有变化了。摸摸暖气没有？啊？不是你摸暖气没有？摸了一下，挺热乎的。现在这个温度应该跟咱们烧那个锅炉的时候差不多，是吧？差不多。咪咪，怕人儿。把我们家乱的，等过几天收拾一下。现在我们家一共是6片暖气片，5片暖气片，然后这个温度是手能握得住，还不烫手，应该有50来度，有50来度吧。这是用了，这是上水3个小时之后的温度。最起码它一天都是热乎的，这屋里边就能暖和。它可以保证24小时这个温度。我刚才走西边门，一进屋扑脸，要不没有暖气，这屋就厨房那屋，哎妈，阴冷阴冷。再过3个小时，就是日落的时候，这个温度还要升一点。那你说这晚上烧炉子就直接这么干烧就行吗？干烧，把干烧。水放回去。炉里边哪有水放回去？这里还有水呢。这里边还有水。完了，按哪个放进去？这个啥放哪了？要不一下装好气儿呢。啊，要不它咕嘟泡那棚，你看昨天崩的都白插了。把这水都放上去，烧2、3天就没那啥了，就不好气儿了。那少烧，烧多了那个里面那反正有个水锈都烧糊了，冒烟。现在是下午的3点20，然后我们准备要喂牛了。这个热水器呢，因为之前安装工艺的问题，有一些管就是快要脱落了，所以就先把这个水撤下来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这个集热管里面是空的，这个水呢也停止加热了。所以今天这个集热的时间应该也就是4、5个小时，温度我觉得应该在50多度左右吧。因为水已经排空了，所以那个管现在温度特别高，不能再往上上水了。我们这阳光还是很好的，其实还能再加热，但是不能上水了，因为怕炸管，只能等明天再上水了。我觉得2天的话，如果2天特别好的日照的话，这个水升到70、80度，问题应该不是很大。我把这个盖子打开给大家看一眼，现在那个水的温度什么样？都密封起来了，拿这个棉被都盖住，这水蒸气还是有的。这水能有50度。现在太阳其实还很高，但是已经排空了管了，只能是等明天再上水了。这其实也算是这个设备的弊端吧，中间不能排空。我们这今天的温度是零下10度到零下21度，还是比较冷的。然后室内的温度多多少少有一些改善，但是仍然不行。因为第一个水的温度没有达到最高，第二个是之前屋子里面的温度太低了，地面啊、墙面啊各个地方全是凉的，单一靠这些暖气来散热的话，其实温度还是达不到，需要持续的，然后几天的不停的这个发热，才能够让屋子变暖和一点，但是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改善的。这个暖气里面还在流水，停了。它这个设备里面有很多套这种温度传感器，第一个有室外温度的传感器，然后有那个
就是极热箱的那个，就是极热管的连箱的那个温度传感器，还有包括这个我们室内的温度的传感器。设置说我们室内的温度到达18摄氏度，它才会停止工作。然后如果低于18摄氏度，这个水会一直循环，把那个罐里面那些热水全部循环开。然后在这也安了一套净水设备，就是防止这个到太阳能管里面的水会有那个水垢，防止它结垢。我身后这个太阳能的架子，我二叔今天又来给加固一下。之前我二叔忙没时间弄，今天都弄上了。然后呢，我看评论区里有不少朋友说，你们是不是在给这个太阳能做广告啊？给大家阐述一点。第一个，这个公司给我们安装这个公司，他们不生产太阳能，就是这个太阳能都是从别的公司定做的。然后他们是一家这个科技公司，他们是做的这种自动化的设备。然后呢，就是都说打广告，那打广告有一些要素，对吧？第一个你得知道是哪个公司给安装的呀，什么品牌，哪里的人，花多少钱，对吧？都不知道，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打广告的嫌疑啊。就是我们既然如果说要打广告的话，那肯定要让大家知道这些东西，起码说哪家公司得知道吧，是不是？我们先试着用，各位，然后再以后我们试用的效果会一一跟大家分享，无论是好是坏，我们都会跟大家说，好吧？